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已经躺下了，眼睛也闭起来了，可是睡了几个小时，半夜突然醒来，醒来以后翻来覆去，好不容易再睡着，天也快亮了，早上起床，整个人没有力气，脑袋闷闷的，脚步也很沉。很多人会说，这是年纪大了以后的正常现象。医生说没事，子女说没问题，大家都说老人本来就睡得少。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老人不是不需要睡，老人反而更需要一场真正睡得沉的觉。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的资料提到，老年人每晚仍然需要大约7到9个小时的睡眠，不是睡3、4个小时就算了，也不是睡一下醒一下，就算休息够了。真正有帮助的睡眠是连续的，是身体真的能沉下去的睡眠。那为什么很多人就是睡不到呢？今天这支影片，我不是要跟你说怎么马上睡着，也不是要推什么助眠产品给你，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你的身体在夜里有没有真的进入修复状态？睡着和身体有没有好好修复是两回事。很多人睡了7、8个小时，起来还是很累，原因可能就是身体整晚没有顺利进入修复状态。这支影片我会跟你说5个原因，也是5个最常让夜间修复被打断的地方，每一个都跟你的日常有关，而且每一个今天就能开始调整。开始之前想先问你，你最近有没有睡不深，半夜一直醒，或者睡醒还是没精神的问题？如果有，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说，你现在最大的睡眠困扰是什么？你的回复也能帮我知道下一支影片要往哪个方向继续讲。我叫周燕婷，在林口长庚肾脏内科30年看下来，超过8000位慢性肾病和洗肾前期的病人。为什么要在肾脏科的频道讲睡眠？因为这30年我见过太多病人，肾功能本来还撑得住，可是长期睡不好，身体就快速走下坡。睡眠不只是休息的事，它跟身体每个器官能不能好好修复都有关系。肾脏病人如果睡不好，血压更难控制，代谢也更容易乱。所以这个主题我觉得一定要认真跟你说。先讲一件很多人没注意过的事，睡觉不是关机。很多人以为睡着以后身体就停下来，什么都不动了，等天亮再重新启动，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你睡着之后，身体里面有一大堆工作正在进行，免疫系统在整理白天的记录，荷尔蒙在重新调整记忆，在归档，细胞在修补白天累积的损伤。这些事情很多都要在睡着以后才做得好，白天很难有这个机会。有一个研究方向很值得跟你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料提到，大脑里有一套清理机制，叫做类淋巴系统。在睡眠当中，它可能会帮助清除一些代谢废物，其中包括一种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的东西。这个物质和阿尔茨海默症有关联，不过我要说清楚，这方面的人体研究还在继续，科学家还没有把所有细节都弄清楚，所以我不是在告诉你只要睡觉就一定能排掉脑毒，也不是说睡觉就一定能预防失智，但研究确实指出，睡眠可能参与大脑代谢废物的清除，长期睡眠不足可能会让这个过程出问题。还有一点，睡眠不只是看你睡了多久，重点还包括你有没有睡到够深。有研究综述提到，在比较深、比较安静的非快速眼动睡眠里，
慢波活动可能是这套清理机制能不能运作的关键条件。换句话说，重点不只是你躺了几个小时，而是你有没有真的睡到够深的那个层次，睡得太浅，半夜一直醒，这些问题可能正在让身体错过它需要的修复时间。我举个例子，高雄有一位68岁的张妈妈，她说自己没有失眠，每天晚上11点睡，早上6点起，足足7个小时。可是她每天早上起来就是没有精神，脑袋像塞着东西，记性也变差。以前记得住的事，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她以为这是年纪大了。后来我们帮她做睡眠评估，发现她整晚的睡眠非常碎，深睡时间很短，中间反复出现微醒，她自己完全没有感觉。也就是说，时间够了，但品质不够，身体没有进入稳定的修复状态，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核心。睡不深的人，缺的可能不是一颗安眠药，而是让身体顺利进入修复状态的节奏。而这个节奏从白天就已经开始决定了。第一个让夜间修复被打断的原因，很多人完全想不到，因为它发生在早上，就是白天光照不够。我们身体有一个生物时钟，它决定什么时候让你清醒，什么时候让你想睡。这个时钟靠什么校正呢？靠光线，尤其是早上的自然光。早上的光进到眼睛以后，会告诉大脑，现在是白天，你要醒着。等到晚上光线暗下来，大脑才会慢慢让你想睡。问题是，很多人退休以后作息固定了，但固定在家里，固定在光线不够的室内。早上起来拉开窗帘，不一定真的晒到太阳，整个白天都待在室内，灯是开着的。可是室内灯光和真正的自然光差很多，身体的时钟拿不到清楚的光线信号，就开始乱。白天本来该清醒的时候，昏昏欲睡；晚上本来该睡的时候，大脑反而还亮着。关于促进老年人睡眠健康的研究建议里，光照一直是很重要的因素。这不是新奇偏方，而是有研究支持的生活调整。台中有一位65岁的陈伯伯，退休后几乎不出门。女儿说，他白天坐在客厅看电视，有时候打瞌睡，晚上却睡不好，凌晨2、3点还醒着。后来我们建议他每天早上固定出去走20分钟，不用跑步，就是在有自然光的地方走走，晒一下。大概2个礼拜后，他说晚上比较容易睡下去，半夜醒的次数也少了。他自己也很意外，原来调整睡眠不一定要做很复杂的事，有时候就是让身体重新看见白天光照具体怎么做。第一，早上起床后尽量在30分钟到1小时内接触自然光，不一定要直射太阳，窗边、阳台、走廊都可以。天气允许的话，出去走走最好。第二，白天不要一直待在昏暗的房间，开灯不能完全取代自然光，但总比不开好，能定时出去走一走更好。第三，睡前1个小时开始把家里的灯光调暗，不要在睡前用很亮的白灯，手机和平板的屏幕光影响也很大。这个后面我会再说。光告诉身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但光照只是第一步，身体还需要另一个信号才会真的想睡。这个信号来自活动量。第二个，让夜间修复被打断的原因，就是白天动得太少。这是很多中老年人的现实。退休以后，生活节奏慢下来，不用每天通勤、工作、走动，可能一整天就是沙发、吃饭、午睡，傍晚再散个步，
整体活动量大幅下降，但很多人不觉得这是问题，反而觉得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问题就在这里，身体有一个很基本的逻辑，叫做睡眠压力。你白天清醒的时间越长，活动越多，消耗越多，身体晚上就越需要深度睡眠来恢复。睡眠压力够了，晚上躺下去就比较容易睡深。但如果白天几乎没什么活动，身体消耗很少，到了晚上睡眠压力就不够，你躺下去可能觉得有点累，但没有那种真的需要深睡的感觉，结果就是睡得浅，容易醒，睡眠品质不稳定。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对老年人的运动建议里都包括有氧运动、肌力训练和平衡训练。这些不只是为了心肺健康，也和睡眠认知功能、日常行动能力有关。但我要说清楚，不是白天累到快撑不住，晚上就一定睡得好。过度激烈的运动反而可能让身体太兴奋，也可能让关节不舒服，这样反而更睡不好。重点是规律适度，而且放在白天进行，让身体有真实的消耗感。台南有一位72岁的林妈妈，长期有睡眠困扰，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太明显的效果。后来我们建议她调整一件事，每天下午固定去社区公园走30分钟，不用走很快，稳定走就好。偶尔和认识的邻居说说话，家里再加一个简单的椅子作战练习，每次10下，1天2次。就这样2个月后，他回来说，睡眠明显比以前踏实，半夜醒的次数少了，早上精神也比较好。他说他没想到，原来不是一定要靠什么特别的东西，而是白天要让身体动起来。白天怎么动？散步是最基本的，每天30分钟，时间尽量固定。散步最好放在白天或者傍晚，不要放在睡前2个小时内。体力允许的话，可以加一些轻肌力训练，不用去健身房，在家用椅子做作战，靠墙半蹲，用弹力带做简单的手臂和腿部练习都可以。晚上不要做太激烈的运动，激烈运动后身体需要时间降温，如果太靠近睡觉时间，反而可能更难入睡。白天活动量到位了。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地方，就是胃有没有下班。第3个让夜间修复被打断的原因，说出来很多人会有点意外，不是睡前的问题，而是晚餐的问题。晚餐吃太晚、吃太饱、吃太油，这3件事对睡眠的影响比很多人想的还要直接。原因很简单，你躺下去的时候，胃还在工作消化，需要时间。中老年人的消化速度本来就比年轻时慢，晚上又更慢。如果7点多才吃晚餐，吃得很饱，到了10点要睡，胃可能还没处理完。你躺着的时候，身体还在忙着消化，当然不容易安静下来，进入深眠。更麻烦的是胃食道逆流。很多中老年人本来就有这个问题，吃太饱又太快，躺下胃酸更容易往上跑，半夜烧心、咳嗽翻身，睡眠就一直被打断，有时候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醒来。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就是夜尿晚上喝太多水，或者下午以后喝了茶、咖啡这些有利尿作用的饮料，夜尿次数就容易增加，每次起来上厕所深睡就被打断一次。年纪大的人上完厕所后，有时很难马上再睡着，一个晚上起来2-3次，整晚就很难睡深。新竹有一位64岁的吴伯伯，他说自己每天晚上都睡不好，半夜起来好几次，早上起来
胃也不太舒服。我们问了他的生活习惯，发现他家里习惯晚吃，通常7点半到8点才吃晚餐，而且晚餐比较丰盛，吃的也很饱。吃完饭坐着看电视，大概10点多才躺下，从吃完饭到躺下只有2个多小时。我们建议他把晚餐提早到6点左右，分量稍微少一点，少一些油腻的菜。下午3点以后不喝茶，试了1个月。他说半夜起来的次数明显少了，胃也比以前舒服，整体睡眠踏实多了。关于饮食和睡眠，给你几个具体建议。晚餐尽量提早，最理想是睡前3到4个小时吃完。如果习惯10点睡，晚餐最好6点左右吃完。如果家里习惯7、8点才吃，那至少尽量不要超过7点。吃完到睡觉之间，要给身体足够的消化时间。晚餐的分量和内容也要注意，不是说晚上不能吃好，而是尽量少吃太油、太甜、太辣的东西，这些都会增加消化负担，也更容易引起胃食道逆流。下午3点以后，尽量不要喝咖啡和浓茶。咖啡因在身体里的作用时间比很多人以为的更长。有些人说，我喝咖啡也睡得着，但问题不只是能不能睡着，更重要的是睡眠品质会不会变差，深睡比例会不会降低。睡前大量喝水也要注意，白天一定要补够水，不要因为怕夜尿，白天也不敢喝，那样反而伤身体。但睡前2个小时尽量控制喝水量，让夜尿的机会降低。胃下班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难处理的关卡，就是大脑。第4个，让夜间修复被打断的原因是大脑在你躺下之后还没有降速，身体躺着，大脑还在跑。这个状态很多人都体验过，但说不清楚为什么。最常见的2个原因，一个是手机，一个是睡前的情绪和思绪。先说手机，我知道很多长辈睡前滑手机，并不是真的贪玩，有时候是白天有点闷，有点寂寞，晚上睡前看看影片，看看通讯软件的消息，看看新闻，会有一点热闹感，也像是一种陪伴。这个心情我完全懂，但问题是手机屏幕的光，特别是蓝光，会直接告诉大脑，现在还是白天，不要睡。你以为自己在放松大脑，其实在接收清醒的信号，而且手机里的内容本身也很刺激，新闻、短视频、家族群组的消息，几乎每一条都可能让大脑继续转。看到一则让你担心的新闻，脑子就开始想看到谁的动态，又开始想别的事。这些刺激不一定让你放松，反而可能让大脑一直保持活跃。你躺下去，眼睛闭起来，但大脑还在嗡嗡作响。台北有一位70岁的黄妈妈，她说自己睡前习惯躺在床上滑手机，大概看1个小时，短视频才会想睡。她觉得这样很好，看到想睡了再关灯很自然，但她每天都很难真正睡沉，睡到一半就醒，脑子里常常有念头在转。我们建议她试试看，把床只留给睡觉，手机不要带进卧室，睡前换成泡脚，听轻音乐或者做几个简单伸展。一开始她很不习惯，觉得少了什么，睡前反而有点焦虑，但坚持大概10天以后，她说反而睡得比以前快，睡着之后也比以前踏实。这里有个观念很重要，如果你习惯在床上滑手机，时间久了，大脑会把床和清醒和看手机绑在一起，一躺下，大脑就进入手机模式，而不是睡眠模式。床的意义应该是睡觉，不是娱乐。
也不是继续处理信息的地方。第二个让大脑降不了速的原因是睡前的担心和思绪，这个对中老年人特别明显。子女的事、身体的状况、明天的安排还没解决的问题，这些事情常常在你躺下以后一起涌出来，越想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然后就这样兜圈子。有一个做法，很多人试了觉得有用，睡觉之前把你担心的事、明天要做的事、还没解决的问题写下来，不是要你马上解决，只是先写下来。这个动作是在告诉大脑，这些事我已经记住了，现在可以先放下。关于睡前环境和习惯，给你几个建议。第一，睡前30到60分钟开始减少手机使用，不是说完全不能看，而是要有意识地把它放下。可以设一个时间，比如晚上9点半以后，手机放到客厅充电，不要带进卧室。第二，把卧室灯光调暗，暖色调的灯比白色日光灯更适合睡前。可以的话，睡前换成小灯或者只开夜灯。第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睡前仪式，泡脚、轻音乐、简单伸展、深呼吸，这些都可以。重点是每天睡前做差不多的事，让大脑知道这个仪式之后就是睡觉时间。第四，把担心的事写下来，不要带到床上继续想。第五，注意卧室温度，很多人不知道，身体要进入深眠，核心体温需要稍微下降，卧室太热，身体散热困难，深睡比例就可能降低。台湾夏天闷热，如果卧室能保持稍微凉爽一点，对睡眠品质会有帮助。光照活动、饮食、手机和睡前习惯，这4个方向都调整了，很多人的睡眠都会有明显改善。但如果这些都做了，还是一直睡不好，那我需要提醒你，这就不只是习惯的问题，可能是身体在告诉你，有些东西需要处理。第5个，让夜间修复被打断的原因，也是我最想跟你说清楚的一个。夜尿频繁、慢性疼痛打鼾、睡眠呼吸中止、焦虑、药物影响，这些才是很多中老年人一直睡不好的真正原因。先说打鼾和睡眠呼吸中止，这2个问题在中老年人里非常常见，但很多人包括病人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问题。睡眠呼吸中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睡着以后，呼吸会短暂停止，然后身体自动把你唤醒一点点，让你重新开始呼吸。这个过程你不一定有意识，但它会让你整晚一直被打断，完全没办法维持深睡。有的人一个晚上会发生几十次，早上起来完全不知道，只觉得怎么睡都不够，白天一直想睡头痛，记忆变差。如果家人说你鼾声很大，或者说你睡觉有时候像喘不过气，如果你明明睡了很长时间还是很累，这些都是需要做睡眠评估的信号。这种情况不是靠吃什么东西就能解决，需要专业评估。夜尿的问题也很常见，很多老年人一个晚上起来2、3次甚至更多，每次起来都会打断深睡，而且夜里起来走，路上厕所也有跌倒风险，上完厕所以后要再睡着也不一定容易。夜尿频繁的原因很多，可能是下午喝太多水，可能是喝了含咖啡因的饮料，可能是在吃有利尿效果的药，可能是膀胱过动，可能是摄护腺问题，可能是血糖控制不好，也可能和肾脏有关。不同原因处理方式不一样。如果夜尿已经严重影响睡眠，要找医师评估，先搞清楚原因，
再处理，不是单纯靠少喝水就能解决。慢性疼痛也是常见的睡眠杀手，膝盖痛、腰背痛、肩膀痛，对很多中老年人来说，这些好像已经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但疼痛和睡眠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痛让你睡不好，睡不好又会让身体对疼痛更敏感，感觉更痛，然后更睡不好。如果你是因为身体疼痛睡不好，这个问题需要正面处理，不是靠忍着。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原因是药物影响。很多慢性病患者会同时吃好几种药，有些药确实可能影响睡眠，可能让你比较难入睡，也可能影响睡眠结构。如果你正在服用慢性病药物，同时又有睡眠问题，可以和你的主治医师讨论，看看有没有调整空间，但请记得不要自己擅自停药，也不要自己换药。美国国家老龄研究所的资料也提醒，老年人的睡眠会受到疾病、药物、疼痛和睡眠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睡眠药物对老年人可能有风险，尤其是长期使用，更要谨慎。如果有长期睡眠问题，认知行为治疗是被推荐的非药物方向之一，不是一睡不好就先靠药物解决。我在诊间见过一些情况，让我很不舍。有的病人自己买各种号称助眠的保健品、草药，来历不明的东西，吃了好几年，睡眠没有改善，身体反而出了其他问题。有的人长期自己买安眠药吃，没有找医师评估，剂量慢慢加重，产生依赖，白天反而更昏沉。这些都是我不希望你走进去的状况。如果你一个晚上固定醒来3次以上，如果白天持续嗜睡或者头痛，如果家人说你鼾声异常，睡觉像喘不过气，如果你明明睡了7、8个小时，还是完全没有恢复感，这些情况都应该做完整评估，不要只靠自己调整习惯。睡眠有时候不是养生问题，而是需要找出原因的问题。说了这么多，我帮你整理一下睡不深这件事，背后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层，可能是白天光照太少，身体的时钟拿不到清楚的信号，可能是白天活动太少，身体没有建立足够的睡眠需求，可能是晚餐太晚太饱，肠胃下班比你还晚，可能是睡前手机和灯光太亮，大脑没有机会降速，也可能是有些身体问题在默默打断你的睡眠，而你还不知道真正的夜间修复是一个从早上就开始运作的系统，不是靠睡前做一个动作就能完成的事。今天你能做什么？给你一个非常具体的起点，明天早上起床之后30分钟内出去晒一下太阳，走个15到20分钟。就这样，这一步很小，但它是整个修复系统的第一颗按钮。先从这里开始，再慢慢把其他部分加进来。晚餐提早一点，稍微轻一点，下午以后减少咖啡和茶，睡前1个小时，把手机放远一点，把灯光调暗一点。如果还是一直睡不好，白天一直累，或者打鼾严重，就去找医师评估，不要硬撑。睡眠不是在浪费时间，它是身体每天晚上修补自己、整理自己的时间，睡得沉，第2天才有精神。长期睡得稳，身体和大脑才有机会慢慢维持状态。你值得睡一场好觉，而且你有办法让这件事发生。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个赞，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身边有家人或朋友也有睡不好的困扰，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
很多人都在默默撑着，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我的频道里还有2支你可能会用到的影片，一支是关于腿软、走路不稳、怕跌倒，讲的是8种在市场就能买到的食材，帮助找回肌肉力气，也是肌少症和老人跌倒预防的实用影片。另一支是关于夜尿多的问题，很多人只怪肾脏，但夜尿背后有3个常被忽视的真正原因。我也分享了一道食疗羹的做法，这2支影片的链接放在下面，有兴趣可以去看看。